艾特大冤种来看这部泰国恐怖片，这个高中没有鬼3完整版，比海啸还猛的是什么？话说小帅逼着2名同学踩着尸体走出去探路，你还别说，2人挺顺利。可是他们走出去好一会，也没有听见2人叫他们跟上。正在大家狐疑之际，哎呀，2名同学原路返回，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们就让大家自己看看。哇塞，地上的那些尸体竟然提前诈尸了，一个个依次坐了起来。还好他们不伤人。大家幸运地跑出那些堆满尸体的房间，来到了楼梯道。看完这一幕，本片的恐怖氛围绝对的飙起。这么多的尸体都诈尸了，那可不是小事情，总会有1、2只恶鬼藏在里面。那么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？接下来又将如何演绎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故事一开始，小帅剪掉了小辫子，变得成熟了，因为他们的高中学业结束了。他们这伙好友一共11人，现在少了2人。小帅他们正在琢磨这怎么去找他们俩时，这2个家伙急匆匆地跑回来。原来他们俩是去请了一尊佛像，主要为这次他们去普吉岛海边游玩祈福之用。因为小帅经常口不遮拦，无所顾忌，对鬼神都不敬畏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的同学瘦子走了出来，特意告诫他们普吉岛那里可能有海啸。小帅一听就笑掉大牙，因为上一次的海啸发生在2004年，已经有10几年没有发生过了。然而这帮骚年没一个听进去的，于是除了留下2名同学补考外，这次是小帅一行共9人前往普吉岛游玩。一路上这帮家伙在车上疯狂得很，不久他们就来到了普吉岛的巴东海滩。他们兴奋地奔向大海，与大海零距离，观赏着那些美女游泳。突然他们发现海水竟然退潮了，露出很多的鱼，有人还想去把鱼抓回来，被其他同学拉住。然而下一秒，大海的浪竖起来足足有10几米高，哇塞，是真的发生了巨型海啸。人们赶紧返回内陆，包括小帅等9人。海浪还是把所有人吞没了，这速度太快了。同学们好不容易挣扎露出水面，然后顺着街道往下漂流。最终2侧的广告招牌砸了下来，海水被染成了红色。画面一转，小帅突然被吓醒，原来他们都露宿在一栋废弃的建筑里。小帅表示自己做梦和同学们被海啸卷走了。咦，难道前面的那些海啸的场景都是在做梦不成？其中就有同学补充了，他们的确是来到普吉岛，先是在树林里徒步，突然下起大雨，他们就躲避到这栋废弃的建筑里，帐篷之类的那些物品，包括那尊佛像都留在了树林里。最后是小帅提议在这里过夜的。突然屋里的一台电视播放起新闻报道，普吉岛的确发生海啸。突然电视机发生小爆炸，还把众人吓一跳。接着电话铃声响起，大家都面面相觑，他们就让詹姆斯去把电话机找出来。这家伙也没办法，只好战战兢兢走到发出铃声的地方。果真有一台老旧的电话机，拿出来一看，电话机竟然是断线的，这就诡异了。吓得詹姆斯把电话机扔在地上。接着小迪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一看是留守的同学打来的，2人说了几句就挂了。可是手机闪光灯一闪，竟然自动拍照，这个就很奇葩，这是什么高科技手机啊？于是小迪拿过来仔细一看，我的妈呀，照片里面都是裹尸袋，显然里面都装着尸体啊！小迪赶紧递给小帅他们看看，小帅仔细看看，没错，拍摄的地点就是这里。哇塞，照片里竟然还有一具尸体竖起来，这个把大家吓到。但是这里的场地看过去明明是空的，有同学就从背包里拿出了手电筒，大家顺着灯光扫射的看看，大气不敢出啊。这下可是真的看见，而且他们就是坐在装满尸体的裹尸袋上，这里的尸体堆得到处都是，简直太吓人。这时有人想起那尊佛像，可是被遗落在帐篷里了。詹姆斯一听根本坐不住啊，于是站起来，好不容易踩着尸体走到了对面硬地上。可问题是还有几具尸体会动，这简直是绝子了。这下有了成功的例子，于是同学们依次走了过去。你说谁会愿意在尸体上坐一晚呢？这下詹姆斯觉得自己很牛啊，就跳出来表示这个队长应该由他来当。小帅自然把他批了几句，也没有同学愿意附和他。詹姆斯就不再说话，作为队长的小帅自然要带头往前走，他就打开门先去探路。
这时他看见了硬茬，于是赶紧返回来让詹姆斯做这个队长。詹姆斯一听开心的不得了，于是雄赳赳的带头走了出来。这里也是全是尸体，问题是竟然没有装入裹尸袋，看着就瘆人啊。詹姆斯表示这个队长不当了，紧紧的抵住墙壁不敢乱动。其中一个同学表示他听奶奶说，尸体一般在午夜12点之后有可能会诈尸的。有同学赶紧看一下手机的时间，这是离午夜12点还有3分钟，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3分钟之内离开这里才行。于是就逼着2名同学先走出去。你还别说，两人挺顺利，可是他们走出去好一会了，也没有听见两人叫他们跟上。正在大家狐疑之际，哎呀，2名同学原路返回，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们就让大家自己看看。哇塞，地上的那些尸体竟然提前诈尸了，一个个依次坐了起来，还好他们不伤人。大家幸运地跑出那些堆满尸体的房间，来到了楼梯道，正在犹豫是往楼下走还是往楼上走时，一大群的鬼魂走了出来，吓得小帅带头往楼上跑。万万没想到，小布竟然被一只鬼勒住了脖子。同学拉起小布跑上了楼梯，等他们到了楼上的房间，才发现这是一条死路。刚想走到另外一个房间，这时那一大群的孤魂野鬼走过通道，大家吓得只好躲在桌子或者其他物件的后面。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竟然一个男鬼走到他们的跟前。小帅一看才一个鬼有什么可怕的，就带着大家围了过去。那个男鬼连连后退，突然他停了下来，发出怪声，又把同学们吓得躲起来。接着他把詹姆斯抓到身边，这时男鬼发声了，他的意思是只要他们回答对问题，就把詹姆斯给放了，如果答错就把詹姆斯给杀了。接着男鬼说了第一个问题，没有眼睛的鬼魂，眼睛是奇数还是偶数？眼睛男同学就回答，没有眼睛的鬼是没有眼睛的。男鬼表示答错了，没有眼睛的鬼就只有一只眼，他就是。哇塞，这算哪门子的问题吗？纯粹是耍人玩吗？大家不敢说话。这时他们的身边出现了一只阿飘，他就出了一个问题，一个怀孕而死的鬼，他死的时候有几个人死了？这个问题简单了，肯定是2个了。不过这次他没有答错。阿飘表示母亲死了，肚子里的孩子活过来。男鬼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，他没有答错。詹姆斯赶紧反击，接着大家一拥而上，先后把男鬼和阿飘打倒在地，然后大家就往外冲。结果在过道上被那一大群的鬼魂堵住，翻身想跑也遇见同样的情况，他们根本逃不出去，大家就硬着头皮往里面钻。结果除了詹姆斯被那只男鬼粘住以外，小帅和其他的同学都逃出来了。几分钟后，詹姆斯也甩脱了那只鬼，跟着大家伙跑到了另外一个房间。大家刚刚定神，就发现靠在墙上的一只裹尸袋突然动了起来，大家吓得哇哇大叫。随后从里面钻出一个人出来，这下大家不叫，那人是附近的村民，自称傻强。接着他看见同学的身后出现了一个鬼，然后用手指着，尖叫着。同学们回头一看，吓得连忙跑回到傻强的身边，哪知那个鬼也跟着跌跌撞撞过来，然后脱掉裹尸袋。傻强一看这不是好友小张吗？然后他就在那里讲述自己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，絮絮叨叨的。接着又来了一位村民小李，这样大家就围坐在一起。原来他们一共是4人，都不怕鬼。当听说这边发生海啸，死了几千人，就特意出来看看那些鬼长啥样。结果先是失踪了一位同伴，然后他们3人被阿飘吓得四散奔逃，然后就陆续遇见了小帅他们。接着傻强估计这座废弃的宾馆里有几千个的鬼魂在游荡，前后延续了好几十年了。接着大家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于是傻强就带着大家往楼下走，因为他们刚才一直往上走就没走通，然而这次他们照旧走不通，还是被一大群的鬼魂堵住去了。他们还看见老外的鬼魂竟然也在里面，于是大家硬着头皮往里面钻。一番折腾之后，同学们跟着傻强跑出了这座废弃的酒店，然后就往白色的沙滩方向跑去。小帅觉得他的方向好像不对，于是就提出了质疑。傻强表示别的地方也不敢去，也就是那里安全一点，等到天亮就好了。大家只好跟着傻强走吧。这时他们的身后尾随了一位年轻人，叫做阿杰，他一直是远远的跟随着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对于突然冒出来的傻强，小帅他们没有丝毫的怀疑。其实他们3人的身份很可疑，尤其是在这么大海啸灾难下，他们3人怎么就没死呢？那么他们3人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咱们拭目以待。不久他们终于来到了海边，
傻强就表示脱离队伍的那3人应该在海边的那个小岛上，海水很浅的，走过去就行。小帅就不肯了，意思是傻强是如何知道的。傻强也不说话，就拽着小帅往海水里走。小帅当然不肯了，两人就在那里拉扯起来。最后小帅把傻强踢进了水里，等他站起身转头一看，哇塞，傻强竟然是鬼魂，还是个恶鬼啊！弄了半天，傻强带着3个鬼一直在骗他们，目的就是想弄死他们。小帅他们转身就要走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被这上千的鬼魂包围。这时阿杰冲了过来，就质问傻强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傻强表示这几个年轻人不死，他们是无法超生的。原来阿杰就是傻强他们先前失踪的那个同伴，不过他已经死了。现在阿杰就在那里不停地劝说傻强不要干这种杀戮的事情，因为罪孽越重越是无法超生。傻强根本不听，抓住小帅就往海水里扔，这是要憋死他的节奏啊！接着其他的鬼也把其他同学往海水里扔，眼看同学们都不行了，阿杰就游到海水里救小帅他们，可是起的作用不大。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时，失踪的詹姆斯和小布拿着佛像赶来，原来他们是去露营地的帐篷里拿佛像去了。很快佛像起了作用，散发着光芒，顿时海边恢复了宁静，那几千个的鬼消失了。这时天也亮了，同学们陆续醒来，这次算是有惊无险啊。小布一直躺在水里不省人事，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，又是心脏复苏，又是人工呼吸，终于把小布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海水又退潮了，感觉像是海啸要来了。小帅他们也搞不清他们是否还在做梦，于是相互打起了耳光。耶，好痛啊，这不是梦，是真的啊！大家就赶紧跑啊，可是他们怎么跑得过海啸呢？不幸中的万幸，最后同学们都被救了回来。大家康复以后，就请大和尚到海边做法事，为这次海啸的遇难者超度亡灵。影片到此结束了。我认为本片拍的还不错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半。虽然没有第一部好看，但比第2部强太多了。影片的前半部分的恐怖氛围营造很牛的，后半部分就开始有点瞎扯了，但总体来讲可看性还是有的。片荒的时候找来看看吧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